我们这边有一扇房间门，这个门在开关的时候，门板会卡到这个门框。我们今天就要来处理一下这个问题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们这边是一扇房间门，这是一般的普通的木头的门。这个门在开关的时候，这个门板呢，它这个边上会卡到右边的这个门框。今天就要来处理一下像这样子的问题。在开始之前呢，还是要请各位朋友先动动手指，帮我按个赞。那我们就开始咯。其实这是一个还蛮常见的问题。一般来说，这个门本来好好的，后来会卡到这个门框的话，就是这个门它整个向右偏移了，大部分都是上半部分向右边倾倒。像这个门的话，它就是右边上方这边会卡到这个门框的上方。第一种可能就是门尾的那个铰链它有松动，或者有间隙变得比较大。第二种可能就是这个门板或者是这个门框变形，原因主要都是热胀冷缩，或者是因为潮湿的关系，或者是因为地震造成这个门框的变形。要检查是不是门铰链的问题的话，可以把这个门稍微开个45度，我们可以从这一侧向门铰链那一边推看，看看是不是有间隙。如果有很明显很大的间隙，那一般问题就会出在门铰链上面。门铰链的问题也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螺丝没锁紧或者螺丝松脱，导致那个门铰链整片在那边晃动。如果没锁紧的话，门片就很有可能会整个向右倾斜。第二种可能就是因为那个门铰链它使用久了，然后轴心的地方造成磨损，磨损之后它就有间隙，有了间隙之后，它这个门片呢，它就可以左右这样子晃动，我们就更换新的门铰链。不是门铰链问题的话，我们就要先把这个门关起来，检查一下这个门片右边这边跟左边这边离门框的距离是还有多远。以我这个例子的话，右边这边门片距离门框的位置呢，已经非常的小，基本上连指甲都塞不进去了。然后我们就是要再检查一下，看看这个距离下方的距离跟上方的距离有没有差很多。如果上方的距离跟下方的距离差很多的话，我们等一下修正的时候可以顺便把它修正回来。以我的状况来看的话，上方跟下方并没有说差非常的多。来看看后面这一边，门铰链这一边上方的距离也是非常贴近这个门框，基本上也没有空间了，大概连1米都不到。下方的地方也是这一种状况。要修正这个门的话，大部分的人都会想说啊，那如果右边卡到门框，就把右边这边削掉一些，这样子的做法比较不是正确的做法。如果要把这个门片的宽度缩减，一般我们是会从这个尾巴这边门铰链这个地方来做处理，把后面这边削掉一部分之后，这个门片它就可以整个这样子往左边移动。这个就是维修这个门的基本概念。所以刚刚让各位看这个空间，就是我们要决定它要处理多少。如果后面这边空间还蛮大的话，有时候我们只需要把门铰链的凹槽稍微再挖深一点，就可以解决这样问题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门铰链这边的状况。其实它这个门铰链的凹洞呢，它已经挖得蛮深了，可能之前已经有处理过，它挖得蛮深，所以这一颗门铰链的这个铁板呢，它已经陷进去这个凹洞，等于这个门的木头部分是凸出来的，然后铁板是凹进去的。另外再看看门框的这个部分，门铰链也是陷到木头里面的。这种状况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只是挖深这个凹槽来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门的整个边削掉一定的距离，再重新挖深这个门铰链，才能把整个门往门铰链这个方向做挪动。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下方的铰链，下方这个铰链的话，状况也是差不多，铰链也是稍微陷进去这个木头里面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在处理的时候，上下都可以削差不多等距离的厚度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门片拆下来处理。在拆之前，我们可以先找一块木板，试着塞在这个门下面的门缝。等一下在拆门的时候，门才不会一下子倒下来。最后我们要把门装回去的时候，也可以用这个方式。
我等一下一个会拆左边，一个会拆右边，因为我需要一个门铰链，等一下在挖凹槽的时候可以量凹槽的深度。拆卸螺丝的时候，可以不要一次全部都把螺丝拆掉，可以留下一个螺丝。下面这边拆完之后，再拆上面那边，也是一样留一颗螺丝，然后最后再来卸下那2颗螺丝，这样子才不会由于你一次把螺丝卸掉之后，整个在晃动，晃来晃去的，你另外一边就会非常不好拆。如果遇到特别顽固的螺丝转不下来的话，我之前有影片介绍滑牙救星，各位可以参考看看。这个门板我已经拆下来了，那我们在处理的时候要让这个门片站着会比较好处理。我这边是使用像这种桌面的虎钳，前后各一个，把它夹住，这样子就可以让它站在地面上面，这样子就会比较好处理。我把这个门钮顺便拆下来，等一下就是顺便要利用这个门钮来量我们要报销的距离。正常来说，一般这个门钮跟这个门板的这个木头应该是贴平的，它这个都已经凹下去了，所以等一下我们要把这个门板木头的部分呢往下削，然后再把这个凹槽往下挖深一点，让这个门钮能够再贴齐这个木板。要把这个门板削掉呢，我们手动的话可以使用像这样子的刨刀，电动工具的话呢就可以使用这种电动刨刀。电动刨刀的话，不要一次把深度设得太深，像我这边是大概设在 0.2 到 0.3 mm 这样子。电动刨刀的使用方式的话，就是进来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前面这一小块呢，一定要平贴在这个门板上面，不能这样子翘翘的。它的刀子是在中间的话，如果你这样子翘翘的话，这个角落有可能会被你削掉很多。重心放在前端，等到刀子进入木板的时候，重心就可以移到中间或中间偏后一点，变成后面这一大块要贴在这个门板上面。反过来，当你到尾端的时候，后面这一大块要平贴在门板上面，然后这样子推出去。如果向下倾斜的话，这个角落也会被你削掉。我们在推这个刨刀的话，我的习惯呢会推一遍这样子推过去，然后等一下再反过来从另外一头推回来。如果你都是推同一个方向的话，特别是像手工刨刀，如果你的出刀呢没有左右很平均的时候，都刨同一个方向的话，你的门板到时候会斜一个角度。我们现在已经削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拿这个门钮来比对一下，有没有？现在这个铁片呢，它就已经是凸出来的，突出这个木板了。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再把这个凹槽呢挖深下去。如果你用手工具的话，你可以使用凿刀。等一下我会用修边机来处理。深度设定的话，就让这个门钮能够跟这个木板的边缘平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如果你要使用修边机的话，这边有这种垫木可以使用。如果你是门钮的话，它就会有一个模子，你可以用这一边，修边机在这里面走过，它就可以挖出这个凹洞。这边的话应该就是装锁的才有需要。修边刀的话，我们就要使用像这一种的，应该是叫后钮刀，刀子是在最下方，然后上方会有一个培林的，然后培林就可以靠着这个垫木，这样子绕，然后在这边削这样子。修边刀的深度设定就是挖出一个跟门钮厚度一样的凹槽就可以。我们现在修边机修好了，我们拿这个门钮来比对一下，这个门钮跟这个木板的边缘基本上是平的，这样就刚刚好了。最后这边削掉的地方就会露出木头的颜色，原本它是漆油漆，偏白色的，那我这边没有油漆，我这边有白色的染料，然后配上水性的底漆，把它稍微漆一下，比较不会受潮，然后又变形。我这边底漆已经上了2遍了，虽然我的颜料是白色的，但是它是半透明的，所以涂起来还是会有木纹跟木头的颜色稍微透出来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主要是要把它保护住，不要让它再受潮。等一下螺丝如果锁回这些原本的螺丝孔，怕它锁不紧的话，我们这边可以用这个竹块
竹块效果不是很好，但是有作用啦。实木的效果会比较好。把它削得细细的，然后插在那个洞里面。插进去之前呢，你可以先抹一些白胶，之后再把它折断，就让那个木条塞住这个洞。等一下再用螺丝锁回去的时候，就不会松松的锁不紧。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再把上面那个铰链锁回去，还有下面这个铰链。我们锁的时候也是一样。可以先锁一根螺丝就好，上下各先锁一根，然后不要完全锁死，锁一根先定位，这样子门比较不会晃来晃去，不好操作。门钮都锁上去之后就可以测试了。现在你看这个门，它就不会卡到这个门框了。这门离门框呢稍微还有一点点距离，这样子就有一点弹性。万一以后如果在膨胀或是变形的时候，它就还有一点空间，不会说一变形马上就要修理。我们今天的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分享我的影片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